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V， 今天来开箱这盒 G-Crux 版的汉摩拉比，整部动画加起来不到1分钟的时间哦，还真的就模型化了，完全没有想到万代的这一手哦。那今天的开箱呢，会包含板件介绍、外观总览、可动评测、MA 变形，还有最后我的一点小心得跟推荐度。那就赶快来看一下这盒 G-Crux 压轴的汉摩拉比表现如何。哈基美马修。板件数量7片，维持着 G-Crux 模型差不多的数量，整体真的算少跟简单，没有借用到之前 HGUC 的版本，全部都是新规板件哦。值得注意的是 A 板件上面整排的单眼透明零件，光是这一点就让这款套件加很多分。再来是贴纸，只有1张，这边其实也直接猜得出来是光束步枪的瞄准镜，分射什么的就来看看这台到底有多扯。来看组装后的外观。跟设定图比较一下，模型化后的颜色虽然也是深蓝跟钴蓝色，不过比起设定图来说，钴蓝的表现还是比较鲜艳一点点。整体的轮廓也都得到了完整的重现，没什么改动，大概就是头部的弯曲程度不像设定图上几乎90度的水准。特别看到关节跟手掌处的灰色，设定图上是浅灰色，模型化后用的是水银灰，汤口没有特别长，因此肯定会留下明显的汤口。特别是膝盖关节后方，算是这一盒我觉得比较大的缺点。来看一下各处的结构跟分件。首先是头部，头部的组成意外的很复杂，有不少形状奇妙的零件组成。在组装时要仔细看好说明书上的方向，组错想重来的话，因为是蓝色的零件，稍微一个用力白画会很明显。我怎么知道的？不要问，我不想讲。值得注意的是眼睛，前后各配置1颗。非常小哦，剪下来的时候一定要捏着剪，不然就是准备跟他在地板上玩超级变色龙，没有对答案版本。前方的眼睛是塞进眼珠状零件后，透过带有滑槽的2片零件夹住，后方的眼睛则是自带凹槽，在零件上的滑轨可以自由移动，最后套上外装甲就完成了。跟躯干的连结是卡榫插入，常见的基本可动基本上是没有了。躯干在眼睛基座上自带锁扣机制。这设计蛮好的哦，达成了左右侧摆的同时，组装完成后也得到了弯腰的可动，设计很巧妙，也确保可动时不会随意脱落，但也不能太大力把玩就是了。可以注意到在腹部也有一处的可动，2段弯腰得到了保障。腹部的散热口是独立分件，仔细看可以看到跟侧腹有些微的高低差，不会有很丑的缝隙，好看。连接手的关节也很特别。本来以为是固定的球形关节而已，但结果在外侧连接带直轴的零件，虽然没有外摆关节，但可以360度活动，达到了更好的可动哦。我很喜欢这种设计。上方的绿色油压管也是破天荒的给出了分色，真的很优质的待遇哦。手部先看到的是肩胛，在这边是最后2颗眼睛，内部同样是带有滑槽设计，组装跟分件就没有什么太特别的，倒是手臂的关节处。配合变形是用了圆饼状的关节，没有做阻挡的设计。钩爪的部分是2个完整的钩爪组装，没有什么空洞处，看起来就是舒服。不过组装在手臂上是 C 扣，把玩久了可能会松动，要注意一下。接下来是腰部，可以看到没有前后侧裙甲，虽然说原本的汉摩拉比就是这样哦。分件上也就是2个零件夹住尾巴，简简单单的设计。再来是脚部。一开始组装脚掌就会注意到完整的脚底板，又是一个破格的待遇。再来注意到的是后脚跟类似小油压杆的造型，在组装时无法完全塞进去，算是刻意的设计。组装时可别施力硬要插进去。接着看到在脚掌跟小腿连接的关节，也不是常见的球形，而是这种直轴关节，也因此常见的可动也是无法达成。大概也是因为配合刚刚的油压杆造成的硬伤。膝盖关节比较特殊。变形时再来看。再来是大腿连接腰部的关节，跟常见的模型不太一样的地方是，球形关节是单独分件组装，在大腿内侧保有可动的空间，达成了一定程度的根部旋转。再来很扯的是外侧类似裙甲的装甲，连接处居然有做分件分色，这种平常看不到的地方有做分件，也真的是万代对量产机才有的特规待遇咯。最后是喷射背包，
翅膀有镂空造型，比起原版算是我最有印象改动的造型，比较有飞行器的样子。透过2片背包的零件组装在内部，上方的2把光束枪组装完毕后是装甲无缝，有在用心设计就是不一样哦。跟背包的连接则是透过球形关节连接固定造型的机械臂。再来看手型，2种成对，开掌跟持握武器。由于手指的造型比较细长，在手指的间隙中可以看到维持整体强度的造型。开掌在手指弯曲的幅度，比起常见的模型来说幅度更大，个人是觉得很有怪兽爪子的 feel。持握武器的手很特别的地方是，为了配合过长的枪托跟手臂的干涉，配有内外摆关节，让费达因步枪能够顺利持握。接着是手持武器，分别是费达因步枪以及海蛇电子锁。步枪透过巧妙的分件，达成类似枪管内嵌在枪身的视觉感，真的很猛。其他热门机肯定就随便带过咯。枪身的装甲无缝也都设计得很好，瞄准镜跟辅助握把分别是独立可动。持握刚刚讲过，因为枪托过长，因此需要将手掌外摆后，将手肘弯曲，接着将枪托置于肩上或是腋下才能正常握住。再来最扯的是动画中没有出现过的镰刀形态，模型中是配置光束特效零件，带有荧光效果。枪托的部分搬动之后，直接插入即可。根据查到的资料，似乎是山下裕人老师随口的一句话成就了这个玩法，也是补足了这台机体没有光束键的缺点。海蛇电子锁有2种款式，分别是发射状态以及未发射。发射状态透过内附的电子线连接，常见的绳索武器呈现方式。不过虽然前端的零件很轻，还是会有过重慢慢垂下的问题。最后是补色贴纸，补色处跟空洞处。补色贴纸就跟一开始讲的一样，费达因步枪上的瞄准镜，补色处非常少，这盒模型基本上达成了几乎完美的分色，顶多是手臂上的一点小细节补黑色，以及腹部散热口的黑色，其余分色都透过分件达成，真的很优秀。空洞处我也是翻了个遍，完全没有在这盒模型上看到，真是太神奇了，杰克，这哪是我认识的万代啊！接着看可动，首先是头部，由于没有脖子关节，因此前后摆动、侧摆、左右旋转这些通通都没有。低头则是默认形态，在低头时可以看到两侧的翼装造型联动，并且头部会向前延伸一点，后方的尾翼有2处可以搬动，可惜没有联动效果。我个人是感觉有点像是鱼鳃的设计。此外，在将头部搬动回直立时，需要先将后方的尾翼搬动至定位之后，再往下压，否则头部会无法往下压回去，要注意一下。眼睛的可动，说明书上是写将外盖拆下之后，转动至喜欢的角度之后再装回去。不过这个外盖拆装都不是很容易哦。我个人是推荐将更好拆的头盖整个拆下之后，用铁笔或是棉花棒这种比较不伤零件的工具搬动。后方的眼睛则是上下滑动，同样推荐将头盖拆下之后再调整，同样会容易很多哦。躯干在弯腰刚刚看过内部结构，因此有2段可动，表现很棒。也因为喷射背包的遮挡，在大部分的情况不会看到后背的穿帮，后仰就显得较为普通。侧摆表现的幅度也很棒，左右旋转的话就会跟腰部干涉，这一方面就差强人意了。不过在上胸甲处也有部分的旋转作为补强，不无小补哦。接着看手部，前后旋转会跟背包上的光束枪或是翅膀有所干涉。外摆关节刚刚看过，虽然没有配置，不过可以360度旋转，表现其实更好。肩胛的眼睛为左右滑动，阻力是蛮大的，推荐拿铁笔或是干净的牙线棒调整。细头的棉花棒其实也可以，不过比较没什么力，用镊子的话反而会伤零件。肩胛本体的可动主要是在向下搬动，掀起没什么幅度。手部平曲可以来到120度，钩爪可以各自180度内外搬动，手肘弯曲单段可动，角度120度，低于常规水准哦。由于需要变形的设计，也是可以往后弯曲。根部旋转是在手臂关节的位置，正常水准表现。手掌的旋转也没有问题。此外，在持握武器的手掌可以内外搬动。腰部由于没有裙甲，因此可动落在尾巴上。除了根部可以90度搬动之外，在中段甚至有接近240度的旋转角度。脚部由于没有前后裙甲的干涉，因此在前踢来到了夸张的170度，后踢也可以来到150度。侧踢由于是大腿内侧跟腰部的造型有所干涉，只有60度。就算将外侧装甲的拆下，也无法提高幅度哦。
外装架也有一定幅度的摆动。根部由于球形关节的空间足够，因此内外摆的幅度相当不错，也达成了一定程度的根部旋转。屈膝两段可动，角度来到夸张的180度。不过在这边实际上为了配合变形的造型，膝盖的外架其实配有锁扣机制，将膝盖零件拆下来之后，就可以有3段的可动。在装甲的缝隙内，可以看到锁定用的2组凹槽，这段可动就是专门变形用的，平常是用不太到，但也别太用力弯曲。在我把玩意增值之后，膝盖锁定用的卡榫已经白化得很严重了。接着也是为了配合变形，从膝盖以下整个腿部可以360度旋转，膝盖的上盖可以上下搬动。再来是脚掌本体，由于刚刚看过的直轴关节，前后摆动跟旋转都无法实现，侧摆也是会跟上盖有所干涉。玩太多次的话，上盖就是会脱落，但没有到很松的程度就是了。脚掌前端可以2段搬动，后脚跟则是配合变形，可以向下搬动。最后是喷射背包，很奇妙的是整个背包可以360度旋转，这其实就不太好哦。头部的尾翼正好会在背包的凹槽中，背包角度有偏移的话，硬要搬动头部，尾翼就会干涉，太大力可能就直接断了哦。翅膀可以360度旋转，也可以前后调整方向。光束枪机械臂连接球形关节，空间也很足够，内外摆的调整幅度基本上很够用，也可以前后搬动。光束枪本体则可以上下120度搬动。最后来看看 MA 形态，变形上完全不需要替换零件就可以变形，真的很鬼的设计哦。首先将头部往后搬动，并且向下压制定位，接着分别将2只手的钩爪往下搬动，旋转手臂，让钩爪整个向前，接着弯曲手肘，之后将整个手臂往上旋转，让手掌位于前方。再来先将后脚跟往下搬动之后，再搬动脚掌前端，旋转整个腿部下扳之后，将膝盖零件拆除，这个蛮好拆的，不会需要太大的力气。接着屈膝用到第3段关节，弯曲程度到可以从装甲缝隙中看到第2组凹槽到最底之后，就可以将膝盖零件装回去，将腿部位置调整至定位，将尾巴拉直，并且将光束枪向前延伸，这样子就完成这个 MA 形态的变形了。在这个状态下，给很多人的感觉就像是红鱼的姿态，双翼的造型以及单根细长的尾巴确实很像。而 G-Quax 版在双翼上追加了类似扰流跟镂空的设计，看起来是增添不少飞行器的气息哦。那以上就是这盒 HG G-Quax 版汉摩拉比的开箱了。光是看分色分件，我就会说去买去组，爽的。虽然呢可动上有一些地方不尽人意啦，但我可以理解说是因为机设本身的关系，所以没办法保有一些常规的可动哦。但是瑕不掩瑜啦，这一盒呢肯定是有受到万代大力的疼爱的哦。所以如果说你有看到的话，而且价格也还不错，就直接冲吧。那下一盒呢？来开箱这盒 HG Kilolo 的新机器人，那盒子有点厚哦。距离上一次 Kilolo 出模型，我已经忘记是什么时候了啦。这一次就是有配合新的剧场版，所以5只都有新的机器人哦。不过电影听说是大爆死的啦，但是模型我们还是要做哦。那有兴趣的观众欢迎订阅我。那如果说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也麻烦帮我点个赞。就这样，拜。